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加拿大辣条，我是辣条君老张。今天呢，问大家一个看似简单，但是又特别难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认为加拿大它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吗？有的人会说，哇，好简单啊，加拿大它肯定是个独立的国家呀。但是我今天告诉你，加拿大至始至终它都没有独立，你信吗？但是加拿大真的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真的不是的，它是有法律依据的。我来告诉你吧。说它加拿大的历史呢，我们必须要回到1865年1867年是加拿大自称成立150周年的起始点。但是我们先把这个时间回到2年之前，也就是1865年。在那一年呢，英国它签署了一个法律，叫做《殖民地法律有效法》。这个名字很拗口啊，但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殖民地它有权利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签署一些法律，制定一些法律。但是如果所制定的法律和英国对殖民地所规定的法律以及这个法律相抵触的话，那所制定的法律是无效的。好像很长，我再说一遍，就是说，殖民地自己制定的法律，但凡是和这个法律或者是英国对殖民地制定的法律相抵触的话，那殖民地所定制的法律是无效的。很长，但是就是这样。从这可以看得出来的话，英国是对加拿大还是拥有主权的，并且加拿大只能获得一个有限的立法权。然后运作模式还是属于英国去负责运作的。那什么时候加拿大是有权自己去运作自己的政府呢？这要说到了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签署过后的时候了。英属北美法案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但它还是属于英国的法律，但是它规定了加拿大政府的运作模式，也规定了加拿大是属于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地，加拿大是英国的第一个自治领地了。那同时也规定了加拿大政府的运作模式，比如说成立了加拿大自治领的国会啊，成立了上议院啊、下议院啊之类的种种，太多了。那这个阶段呢，只不过是确立了加拿大有自己的有限的行政权，但是还是没有获得绝大多数的立法权。之前的殖民地法律有效法还是仍然有效的。那什么时候加拿大获得了大多数的立法权呢？这要到1931年的时候，英国它签署了另外一个法律，叫做威斯敏斯特法案。那这个威斯敏斯特法案好拗口啊，它的详细大概内容是指什么意思呢？第一，确立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自治领，对，自治领哦，而且确立了英国的国会和英国政府不再干涉自治领地内所有的内部事务，同时也规定了之前所规定的殖民地法律有效法之后所制定的法律不再有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法律威斯敏斯特法案生效之后，加拿大呀、澳大利亚新西兰啊这些地方所制定的法律，就算是和殖民地法律有效法相抵触的话，也是仍然有效的。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知道，加拿大获得了100%的立法权同时呢，它的政府运作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英国给了它基本上可以说是100%的
行政权嘛。但是有一点要说的，有2点要说的是：第一，加拿大的主权那个时候还是属于英国；第二，加拿大虽然拥有了立法权，但是他们没有行政权。那什么时候？不好意思，不是行政权，是修宪权啊。那什么时候加拿大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修宪权呢？这要到1982年3月份的时候，英国国会通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叫做加拿大宪法。那加拿大宪法呢是属于英国的法律，对，这个很重要，是属于英国的法律。这个法律呢告诉大家，加拿大从今以后获得了修改或者是定制自己宪法的权利。那是的，然后这个法律呢，加拿大宪法是当年的3月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签署通过的。那同年的4月份呢，加拿大国会通过了它的新宪法，同时要求了英国废止原来的英属北美法案。那这样的话加拿大就获得了修宪权、100%的立法权与100%的行政权。所以说，从实际上来看的话，加拿大的确是一个国家了。但是加拿大并没有对外宣独立，英国也没有对外宣称他承认加拿大独立。所以自始至终，除了之前所说的英属北美法案和威敏斯特法案确立了加拿大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领以外，加拿大的身份就没有改变过。所以说，自始至终，加拿大到现在它依然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对，所以说它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加拿大的它的郡主还是英国郡主伊丽莎白2世。所以说之前我跟大家说的，为什么加拿大郡主首脑还是英国郡主，就是这个原因吧。你听懂了吗？好了，今天的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记得点一个赞哦。点赞是种鼓励，分享是种激励哦。我们下个礼拜3再见。